放眼世界，各个大陆都有几个大的岛国，比如欧洲的英国、亚洲的日本、美洲的古巴、大洋洲的新西兰。而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分为南北两个大岛。1350年，毛利人在新西兰定居，后来英国人发现了这里，大批的向此移民。在1907年，新西兰独立，成为英国的自治领，经济、政治这些都受英国控制。不少新西兰人代表英国参加了1战、2战。在1947年成为主权国家，也是英联邦的成员之一。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西兰的空军部队，它现在已经缩编到了1000人左右，因为已经没有了战争的需要，主要任务是支援和救援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，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。新西兰武装部队在1913年首次进行军事航空行动，用的是英国借给新西兰的皇家陆军的2架布雷里奥单翼机。1战爆发后，英国把这2架飞机收了回去，新西兰飞行员没了飞机，为了支持英国的1战，纷纷投入英国的航空部队里边。在战斗中，他们成为了顶级的飞行员。新西兰政府也加大了对飞行员的培养，成立了2家私人飞行学院。不过在1战结束后，新西兰并没有组建飞行部队，在英军中的飞行员很多没回来，留在了英军中发展。在2战爆发前，他们已经是英军飞行员中的王牌了，不少有在后来的不列颠空战以及后续的飞行任务中牺牲，还有一批飞行员回到了新西兰。1战结束后，英国皇家空军向英联邦国家赠送了100多架飞机支援，算是弥补他们的损失了。当时的新西兰得到了33架飞机，不过他们对英国的好意反应有些迟钝，并没有好好利用，一部分作为飞行学校的训练机，另外一部分入库吃灰。后来新西兰战斗飞行队的建立多亏了一名叫亨利·维格拉姆的议员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新西兰空军在1923年6月成立，但并不是作为独立兵种，而是作为陆军的一个分支。最初的时候只有4名军官和2名其他人员，还有102名预备役人员。这也正常，新西兰小偏远，还有大哥罩着，放松一点很正常。新西兰空军首次执行任务是在1930年，任务是打击一艘可疑船只。同年，新西兰的地方部队也组建了空军，但是没有装备任何飞机。面对飞行员对于蓝天的渴望，在1930年代中期购买了很多架新型战机。在1934年，空军部队改编，命名为新西兰皇家空军。在1937年8月从陆军中分离出来了，算是苦媳妇熬成当家人了。不过当时空军装备的限制，飞行员的攻击训练十分有限，当时的主要任务多是空中运输和海上攻击。后来2战爆发，新西兰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，最初并没有受到攻击，和1战时一样，把飞行员派遣到英国支援。不过他们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作战，而是训练英国飞行员。后来日本野心扩大，新西兰察觉到了威胁，觉得有必要成立一支战斗飞行部队。起初这支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执行侦察任务，后来这支部队随着战争的扩大而扩编。在1943年，新西兰成立皇家空军第1集团，到了45年，这支空军的规模达到巅峰，总人数超过了46000人，其中1万人曾经在英军里参加过欧洲和亚洲的作战，拥有1000架左右飞机，34个战斗中队，其中25个中队在新西兰本土以外参与打击日本的任务。2战结束后，皇家空军经过顶峰后开始缩小部队规模，遣散多余人员，把过时的飞机入库吃灰。后来的皇家空军参与了越南战争、海湾战争等战役。在冷战结束后，最大的威胁没了，新西兰空军关闭了多个空军基地。在2001年又大规模缩减皇家空军，取消了之前预定的新型飞机，还取消了多个飞行中队。不少被炒了鱿鱼的飞行员投入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空军服役。到2010年，新西兰空军的飞机数量就剩62架左右了，主要任务是海上训练和空中运输，以及对海军、陆军支援。这些年，新西兰皇家空军执行的任务多是救援搜索任务。现在的新西兰皇家空军总共有2000人左右，总部基地在新西兰的第2大城市惠灵顿，只剩下几个中队，除了飞行中队外，还有空军标准及安全办公室、飞行维修补给站、训练中心、保卫分队等部门。现在的主要装备有直升机、巡逻机、训练机、运输机。直升机有 NH-90、SH-2G 超级海妖等，巡逻机有 P-3 猎户巡逻机，训练机有比奇 T-6 德克萨斯训练机、比奇超级国王训练机，运输机有波音757等。
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新西兰空军的几个重点分队和部门，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裁撤。最早的是在1930年成立的第3中队，现在的人员约有100多人，主要任务是战场直升机攻击，为陆军提供支援以及辅助训练，还有为地方上的部门提供支援。第3中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有人没飞机的中队，在1938年才获得第1架飞机，2战期间转为正规部队，在前方和日军作战，后来还参与和越南战争、西奈半岛维和行动等。在2005年为海军驱逐舰提供飞行员。成立最晚的是第42中队，成立于1943年，执行的多为支援、训练和通信任务。最初使用的飞机都是民用机。2战结束后解散，不久后又重新建了起来，原因不明。中间后多次参与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。新西兰中央飞行学院在1939年成立，其前身是2战早期的飞行教官学校，在1941年改名，并把基地迁往了奥哈基。空军伞降训练以及支援部门成立于1964年，总部在奥克兰空军基地。成立之初的目的是为新西兰皇家空军提供伞降训练，后来培训人数不断的增加，已经不再单单限制在陆军。新西兰的所有部队都在其中，还会为其他国家的伞降部队提供训练。伞降支援部门提供低级和高级2种伞降训练。除了这些，还有空军部队保卫分队，成立于1951年，总部在奥克兰，主要任务是地面安全防卫，和美军的空军安全部队、澳大利亚安全警察部队相似。在成立初期被命名为空军警察分队，曾经多次被派到海外执行任务。1972年的新加坡，1979年的莫斯科，1993年参与索马里维和行动等。1999年随着新西兰空军的缩减而缩减。在2000年和新西兰的作战教官分队合并，命名为空中安全警察分队，但在2007年因为内部的重大分歧出现了严重的管理问题，在同年重组，不过问题没有彻底解决，在2010年又再次重组，重新命名为空军部队保卫分队，仅有12人，主要任务是为皇家空军提供安全服务和事件调查服务。在14年，这10几个人并入了新成立的武装部队军警分队。这支军警分队是因为发生在2010年的直升机坠毁事件而成立的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犯罪事故。新西兰的海陆空3军和其他的军警部队都有人加入。在2014年12月1号成立，除了为空军服务的12人，还有13人为海军服务，46人为陆军服务。由于名额较少，保卫分队的选拔还是比较严格的。除了基本的体能、精神测试，还要接受16周的保卫分队课程，包括体能、巡逻、地面防卫、伪装、野外生存技能、武器使用等。完成这些的候选人会被分配到空军中队执行2年的任务，并在那里完成高级课程。总的来说，新西兰还是地理位置好，同为岛国，古巴和日本只会增加部队，不会减少部队的。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